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小点儿。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外皮酥脆，里面如冰淇淋一般细腻顺滑的甜点——酥皮泡芙。我们先来制作泡芙上面酥皮的部分。无盐黄油室温软化到能够轻易用刮刀推开的程度，加入糖粉，用刮刀拌匀到糖粉都被黄油吸收。筛入低筋面粉，用刮刀压拌至低筋面粉全部被吸收，没有干粉颗粒就可以了。把拌好的酥皮面团放到保鲜膜上，卷成一个卷儿，直径大概4厘米，长度9厘米左右。我这里刚好有一个直径4厘米的瓶盖，可以用它来对比一下面团的粗细。细了就从两头往里挤一挤，给它滚均匀滚圆，然后拿到冰箱冷冻定型。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泡芙皮的部分。提前将低筋面粉过筛好，因为我们一会儿要趁液体沸腾的时候一次性全部加进去。在小奶锅中加入牛奶、无盐黄油、糖和一点点盐，小火加热，用刮刀搅拌帮助黄油融化。加热到黄油融化、牛奶沸腾的时候，关火，把锅从炉灶上拿下来，迅速倒入筛好的低筋面粉，然后用刮刀迅速搅拌，让面粉被充分烫熟。倒面粉的动作一定要关火，把锅子拿下来操作，以免面粉遇到明火发生危险。将面团拌至看不见干粉颗粒就可以了。拿回到炉灶上，小火加热，用刮刀不断地把面团拨散开来，进行翻炒。这一步是为了让面粉充分糊化，这样它后面才能吸收足够的蛋液，才能在烤箱里充分膨胀。全程小火不断翻炒，直到看到锅底形成一层白色的膜就可以了。如果使用不粘锅是看不到这层膜的。如果你用不粘锅，小火炒大概1分30秒左右，面团不要炒过度了。炒好的面团盛到碗中，把面团拨散开来，方便它快速散热。冷却到面团稍微温热但不烫手就可以了。面团太热会把蛋烫熟，而太冷会不利于加鸡蛋后的乳化。这时候我们可以提前把烤箱预热到190摄氏度，感受一下面糊温度，稍微温热但不烫手就可以了。将2颗鸡蛋打散，鸡蛋最好要恢复到室温，这样有利于与面糊进行乳化反应，混合均匀。将鸡蛋少量多次地加入到面团中，用刮刀把鸡蛋搅拌至完全被吸收。注意，我们这里的鸡蛋不一定要完全加完，后面我们会根据状态来判断加多少鸡蛋。用刮刀这样切拌，方便鸡蛋快速被吸收。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加，每次拌匀之后再加下一次。现在我用刮刀提起面糊，它是一坨，很粘稠，不会掉落，说明还需要继续加蛋液。泡芙主要靠鸡蛋受热后产生水蒸气，从而让它膨胀。如果鸡蛋液加的不够，泡芙就长不大；而如果加的太多，它本身的面粉组织支撑不起那么大的体积，就会塌掉。越到后来，鸡蛋越要每次少量的添加。现在我提起刮刀，面糊能够呈现一个倒三角，不过边缘还不是特别光滑，再加一点点调整一下。现在再来看，多余的面糊自动掉落之后，留在刮刀上的面糊呈现一个倒三角，它不会掉落，长度4到5厘米左右，边缘也比较光滑。达到这样的状态，我们的面糊就可以了。最后我还剩了一点鸡蛋液，将裱花袋前面剪一个1厘米左右的小口，套在一个杯子上，然后将泡芙面糊装进去。我用一点面粉兑了一点水，做成了个浆糊，然后用我刚才的那个4厘米的瓶盖稍微蘸一点浆糊，印在放在烤盘上的烘焙纸上，这样就有了直径4厘米的标准化的参考。每个小圈之间要留充分的距离，泡芙会膨胀的比较多。将面糊挤在印好的圈内，裱花嘴要与烘焙纸之间留一定的距离，这样挤出来才饱满。挤面糊尽量一气呵成，不然泡芙容易东倒西歪的膨胀。将冻好的酥皮切成厚度为2到3毫米的薄片，如果切的时候会碎掉，说明冻得太硬了，可以室温回温一会儿，或者用微波炉加热5秒钟。将切好的小圆片放在挤好的泡芙上，用手轻轻按一下，让它摆平，不要歪掉。将烤盘放到烤箱中层，先190度烤15分钟，让泡芙在高温下快速膨胀。如果烤箱可以单独设置上下火，把下火调低10度，以免底部糊掉。如果不能单独调节，
可以把烤盘稍微往上面的烤架放一放，离底火远一点。烤泡芙的过程中不要开烤箱门，否则泡芙会塌掉。将烤箱调低到175摄氏度，再烤10分钟。这个期间主要是让泡芙定型和上色。最后再将烤箱调至150度，烤10到13分钟。这时可以将烤箱门开一个小缝，帮助它降温到150度。最好能够有烤箱温度计来帮助你监测烤箱内的温度，到达150度时就可以把烤箱门关回去了。这个过程主要是烤干泡芙里面的水分，同时不要让它继续再上色。具体的烤制时间和温度还需要根据自己的烤箱进行磨合。泡芙出炉后，表面摸上去是干的脆的，底部不会出现凹陷，如果凹陷可能是底火过高或过低导致的。将烤好的泡芙转移到网架上晾凉。这期间我们来制作香草卡士达奶油馅儿，内馅儿也可以提前制作好。2颗鸡蛋黄，加入糖，用单抽打到糖基本溶解，蛋糊颜色变浅变浓稠，稍微有纹路的状态就可以了。筛入玉米淀粉，搅拌到没有干粉颗粒。小奶锅中加入牛奶，将香草荚从中间切开，用刀背刮出里面的籽，加入到牛奶中。香草荚也可以用香草精替代。豆荚也放到牛奶中，用小火加热。当牛奶出现微沸的时候，马上关火，不要让牛奶完全沸腾，不然容易结奶皮。捞出香草荚，将牛奶缓缓地倒入刚才打好的蛋糊中，一边倒一边用打蛋器快速地搅拌。开始一定要慢慢的少量添加，并且快速搅拌，否则牛奶会把蛋黄糊烫成蛋花汤。后面温度上来了就可以快速的添加了。搅匀之后，将牛奶倒回到小奶锅中，小火加热，用刮刀不断的搅拌，并且要注意搅到锅子底部和边缘的部分，不然容易变成蛋花汤哦。它从液体变浓稠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当看到它变成这种浓稠的酱时，就可以关火了。这时加入无盐黄油，搅拌到黄油融化。黄油除了增加香气之外，还有给卡士达酱降温的作用。将煮好的卡士达酱装到一个平盘子中，这样可以帮助它快速的散热降温。用保鲜膜贴面盖好，贴面可以防止它结皮和有水汽产生。然后拿到冰箱去冷藏，直到彻底冷却。等卡士达酱冷却好后，我们来打发奶油，用打蛋器中速打发，到这种表面出现一点纹路，但是还有流动性的状态就可以了。卡士达酱一定要彻底冷却，再与奶油混匀，不然会把奶油烫化掉。稍微搅拌一下，然后加入到打好的奶油中拌匀。可以用这种切拌的手法，快速把卡士达酱打散，就会比较容易与奶油融合了。拌到质地均匀就可以了。在泡芙底部用筷子或者裱花嘴戳一个洞，然后用裱花袋将做好的卡士达奶油馅打进去。当你感觉到整个泡芙都沉甸甸的时候，就说明里面已经充分的填满馅了。我们切开来看一下，用卡士达奶油馅会比用纯奶油口感更好，很像冰淇淋的口感，搭配酥脆的外皮，完全不会腻。填了馅的泡芙要尽快食用，因为泡芙皮会吸收内馅的水分，时间长就不脆了。如果不是马上吃，可以先不要打馅儿。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不要忘记帮它点赞、投币、转发、收藏，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我是一小点儿，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小点儿。麻团也叫麻球或者煎堆，是全国很多地方都能找到的小吃。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如何能做出空心不塌陷的麻团。将水用微波炉加热15秒，用手测试一下，能感觉到有点温，但不要烫手。用温水的目的是化开糖，不是要烫面，所以不要太烫了。加入糖化开，糖的量不要减少，不然会影响麻球的膨发。搅拌至糖充分融化。我们面团部分的材料非常简单，就是糯米粉、糖和水，不用添加泡打粉和酵母，靠的是面团里面的糖和水在受热后产生水蒸气膨胀。糖水加入面团搅匀之后，改用手揉成团儿。开始会有很多干粉，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不希望面团太软。把这些干粉都揉进去，看一下面团的软硬度，还是比较硬挺的，不会变形。把面团转移到案板上，用手把它搓开。这一步主要是把面团、水和糖充分揉匀。糯米粉是没有筋性的，所以一搓就会散开，不要担心。用刮板把它们都搓回来，把
把面团重新捏到一块儿，最后整成一个条形。糯米粉也和小麦面粉一样，不同品牌的粉吸水性会有差异，同时也会因为你所在地区的湿度不同，导致吸水性有差异。我们希望这个面团是很硬挺，刚刚好能聚集到一块儿，但是不会变形，不会塌下去，这样的软硬度就是刚刚好的。如果面团太软，麻团很容易变形，没有办法保持原形。我们从旁边切下一小块面团，一会儿用来测试油温，将其余的平均分成10份，每份25克左右。分好的面团一定要用保鲜膜盖好，防止风干。我今天包的是红豆沙馅儿，你也可以用其他自己喜欢的馅料，或者不放馅儿也可以。红豆沙尽量选择这种比较干的，不要选择那种特别湿黏的，不好团成球也不好包。把豆沙馅儿搓成长条，然后也平均分成10份，把每份馅儿搓圆。馅料搓好之后，把手洗干净，再进行下一步操作。我们准备一盘白芝麻，因为一会儿需要炸，用生的就可以，如果没有生的，熟芝麻也可以。还有清水1小碗，放在旁边备用。取出一个分好的小面团，来回在手心搓几下，把它搓软一点。如果气候比较干燥，面团表面太干，可以在手心点一点水再搓，然后把面团搓成圆球。如果不包馅儿，现在就可以跳到下一步了。如果包馅儿，用拇指在中间戳一个坑，给面团捏成一个碗状，边上有一点点开裂没有关系，转圈把四周厚度捏均匀。如果表面干裂的严重，可以在手指上抹一点点水。我们把这坑捏得深一点，开口不要太大，这样包馅儿之后才好收口。放入豆沙馅儿，馅儿放进去之后，边缘还有很多皮，这样的深度就是 OK 的。然后用虎口转动面皮，慢慢收口。可以在封口处抹一点点水，帮助它粘合。尽量保持馅儿在中央位置，否则皮薄的地方炸的时候容易凸起来。然后在手心搓圆，如果表面有轻微的一点点裂缝也没有关系。把搓好的麻球表面沾上水，一只手操作，稍微抖掉多余的水分，然后放到装有芝麻的盘子中，用另一只手把芝麻撒在麻球上，然后再滚动，这样手就不会湿了。让每一个角落都沾上芝麻，不要留死角。最后搓掉手上残留的几颗芝麻就可以了。这样操作不会让双手沾满芝麻，可以继续去包下一个麻团。所有的麻团都包好之后，把每个麻团都搓一下，让表面的芝麻粘牢固，多余的芝麻自动掉落，这样炸的时候芝麻就不会掉了。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炸麻团最适合的锅具。如果用炒勺，最好选平底的，因为它的侧面是斜的，麻团都会滚到中间去。事实上，你的有效面积只是底下这么一点儿。如果用小奶锅，尽量选用大一点的，像这么大的锅也至少要分2批炸，不然麻团膨胀以后会太拥挤，影响它继续长大。这种小奶锅就太小了，最多也就炸3-4个。用奶锅的唯一好处是比较省油，但是比较费时间。我今天使用的是这种平底汤锅，它的底面积很大，可以一次炸10个麻团没有问题。因为炸一批麻团要10几分钟，所以用这个锅更快。它的唯一缺点是比较费油。再说一下炸麻团用的漏勺，可以用这种网筛，底下是光滑的，也可以用这种漏勺，可以用它按着麻团来炸。不要用这种底下带棱的漏勺或者筛网，这个棱会刮到麻团，破坏麻团表面。锅中倒油，油至少要没过麻团1半多的高度。不用担心浪费油，炸过麻团的油是干净的，还带有芝麻香味儿，可以回收利用拿来炒菜，不要浪费。小火加热，当看到油出现油纹的时候，把之前预留的一小块面丢下去。等看到面团周围有稀疏的小气泡冒出时，就可以下麻团了。这时候油温大约在70度左右。麻团入锅之后，它会沉底，并且表面只有稀疏的小泡泡冒出。如果一下去就有大泡泡，就说明油温太高了。油温如果过高，麻团表面很快就定型，那么里面再想膨胀，它只能爆开。所以宁可油温偏低下锅，也不要偏高下锅，全程保持小火。用漏勺轻轻地不断推动麻团，以免它粘在锅底。注意，漏勺要伸到麻团的底部再拨动，不然会把麻团表面弄出割痕。这个阶段主要是让麻团从里到外缓慢而均匀地受热。
大约3到5分钟，麻团就会慢慢的飘上来。这时候改用漏勺底部带动麻团，让它们转起来。等麻团完全飘起来之后，继续转动漏勺，并且边转边去压麻团，给它施力。麻团就像气球一样，你去压它，它的表面积就会变大，然后里面又不断受热，把压扁的部分撑回去，所以它就越来越大了。滚动是为了让麻团更圆，而压它是为了让它更大。这个过程大概需要6到8分钟。注意控制火候，如果油温太高，麻团没等长多少就定型了，就不会再变大了。当麻团长到5厘米左右时，我们把炉灶调到中大火，让油温升高。这个阶段是让麻团表面炸定型、炸上色。如果没有这一步就出锅，麻团很快就瘪了。继续不断让麻团转动，保证每面都要炸到，动作幅度不要太大，避免热油溅出来。大概炸3到4分钟，等看到麻团表面颜色金黄，捞出来用指尖敲一下，表面是硬的，证明它已经定型了，就可以捞出沥油了。把炸好的麻团放到厨房纸上，吸取多余的油分。我们这个食谱没有用泡打粉或者酵母，但是我们的麻团个个都长到了至少5厘米大。我们用剪子剪开一个看一看，正宗的空心麻团，咬上去表皮酥脆，里面软弱，一点都不油腻。只要注意我视频中提到的所有要点，注意包制的方法、厨具的选用以及火候和手法的控制，你也能炸出这样空心的麻团哦。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不要忘记帮它点赞、投币、转发、收藏，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我是一小点，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小点。今天我们来做不需要厨师机或压面机也能做出的具有光滑表面的鲜奶馒头。因为不想让面团在揉面的过程中就发起来，这里我用的是冰牛奶。如果冬天室温比较低，可以将牛奶恢复室温再使用。加入酵母化开。如果你不确定你的酵母是否有活性，可以放置5到10分钟。如果看到表面产生小小的气泡，说明酵母在活动，是有活性的。手揉馒头我比较推荐使用筋度偏低的中筋面粉，或者直接使用低筋面粉，揉起来相对轻松一些。加入糖，然后加入刚才的牛奶，边倒边搅拌，用手揉成团。不同面粉的吸水性会不同，尤其如果使用低筋面粉，吸水性会比中筋面粉差一些，要看情况调节水量。刚揉好的面团还是稍微偏硬的，如果太软了，可以稍微加一点面粉。先盖上盖子，静置5分钟，让面团和水自己融合一下，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揉面的力气。把面团转移到案板上揉面，像这样用2只手的掌根部分左右交替的去揉它，从一头开始，把它揉细揉长，这样揉面效率比较高，比较省力，很快就可以把面团揉光滑。揉长之后折到中间，再继续揉，重复这个过程3到4遍，大概需要10分钟。揉面充分是让馒头拥有光滑表面的关键。如果面团没有揉光就拿去蒸，它是无法在蒸锅中出现奇迹，然后变成光滑的大馒头的。所以一定要揉到面团表面很光滑，没有坑坑洼洼的才行哦。最后把揉长的面折到中间，尽量让这些接缝都集中在上面，然后搓成大约30厘米长的粗条。把接缝较少、光滑的一面朝下，案板上撒一些面粉防粘，然后将它按扁，用擀面杖擀成一个大约40乘以25厘米的长方形面片儿。手上沾一些水，抹在面片上，底边稍微按薄，然后把它沿着长边卷起来，要卷得紧实一些，尽量避免有空隙产生。最后把它粗细搓匀，搓成4厘米粗的长条。用刀把卷好的面切成大约4厘米宽的剂子，用手拍一下刀背儿，会比直接用刀切下去更平整。切好的剂子表面很光滑，现在看起来是左右比较宽的状态，因为馒头在发酵中
会前后长得更多，发酵之后它就会变成我们想要的长方形馒头了。侧面看上去每层之间是不太有空隙的，两头多出来不规则的部分可以揉一揉，整形成一个圆形馒头。也可以放到保鲜袋中，室温发酵到2倍大后，再扔到冰箱冷冻室里，当做老面使用。下次来做老面馒头。整形好的馒头下面垫上蒸笼纸或者打湿的屉布，接口向下摆在蒸笼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放在室温下发酵。不盖盖子可以让表面稍微干燥硬实一点，更好的保持形状，不容易塌陷或者皱皮。不过如果你是在干燥地区又是冬天，可以稍微喷一点水并盖上盖子，否则表面过于干燥会在蒸的过程中直接裂开。发酵的时间跟温度有很大关系，24摄氏度我用了55分钟，如果室温30度可能40分钟就够了。反之，如果室温太低则要延长发酵时间。判断发酵好的标准是体积长到原来的 1.5 倍大，用手按上去，表面会形成小坑，但是可以缓慢的回弹。开水上过蒸，看到有蒸汽冒出后转为中火，蒸12分钟。如果用不锈钢蒸锅，火焰不要超过锅底，否则锅壁温度过高会把馒头烤黄。关火之后先焖5分钟，再揭开盖子，以免表面突然受冷回缩。看看我们蒸好的馒头，下面还有一笼。看着这么光滑的表面，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掰开之后可以看到它的组织是横着一条一条的，这是我们擀成大片卷卷之后才能得到的。如果你把面团搓成长条后就直接切开，是没有这样的组织的。这个软硬度是刚刚好的，松软香甜。最后实践总结一下蒸馒头常见的问题。第一大类是跟发酵有关的，同一批面团在同样的温度下，这一批我只发酵了仅仅20分钟，它的体积没有太大的变化，按上去回弹比较快，而且感觉是按在一块死面上，很实诚的感觉。蒸好后，由于发酵不足，中间是凹下去的，有很多死面的斑点，掰开后它也不是很暄软。这一批我发酵了2个小时，而且没有让它表面干燥。发酵结束，面团按上去非常软，按下去的指印还留在上面。它已经发到跟我前面蒸好的馒头差不多大了。可以看到它的形状比较扁，虽然没有严重的完全塌陷，但是从侧面看会有凹陷的地方。这个问题还常见于需要挨个单独整形的圆馒头中，因为每个馒头发酵的时间有差异，最开始整形好的馒头到最后已经发酵过度了，就会出现一锅中有个别塌陷的情况。还会遇到的情况是盖子滴水，竹蒸笼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用普通不锈钢蒸笼测试一下，盖上一个平的盖子，因为聚集的水汽没办法流到边上去，就会滴到馒头上。可以看到表面有小小的斑点，不是非常严重。如果面团揉得好，发得好，而且表面形成了小硬壳，它造成的损伤不会特别严重，除非是洪水。像这个锅盖是有角度的，水滴会顺着锅盖流到边上，就不会滴到水，而且它上面有个气孔，可以让锅内的气压均衡一些。如果盖子容易滴水，可以用布包上，还能让它透气性更好一些。还有一个问题是蒸好之后不焖而马上揭开盖子，馒头表面突然受冷，锅内气压骤降，表面会有轻微的回缩。最后是揉面不够的问题，这个圆形的馒头我没有充分揉匀，只是简单的把它整圆。蒸好之后表面就有小坑，和旁边光滑的馒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这么多案例的分析，我相信下次你也能蒸出又白又胖又光滑的大馒头了。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B 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投币、转发、收藏。我是一小点儿，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小点儿。戚风蛋糕也被人们称为戚风蛋糕，是很多烘焙爱好者想要攻克的一款甜品。今天就跟大家详细介绍如何制作一个成功的戚风蛋糕。制作之前，我们先提前预热烤箱到130摄氏度，烤箱一定要预热充分。油我们可以选择任何味道不重的油，如玉米油或色拉油。
不要选择橄榄油或者花生油这种味道比较重的油。加入牛奶，用手动打蛋器充分搅匀，让两者乳化。充分乳化的液体看起来像酸奶一样。筛入低筋面粉，面粉一定要过筛，避免有结块。如果是新手，还是建议直接购买低筋面粉制作，避免有面粉起筋等问题导致的失败。然后用手动打蛋器像这样Z字形搅拌均匀。Z字形搅拌可以尽量减少面粉产生面筋。刚拌好的面糊质地看起来没有那么均匀，只要没有干粉颗粒就可以了，先放在一旁备用。准备3个鸡蛋，带壳平均大概55克一个。鸡蛋要选择新鲜的，不新鲜的鸡蛋容易打发不起来，而且容易有腥味儿。鸡蛋的大小最好控制在55克到60克之间，不然蛋和其他材料的比例就会失衡。而且如果鸡蛋太大，蛋清太多，会造成面糊过多，膨胀力太好，导致蛋糕在烤箱里严重开裂。所以选择合适的鸡蛋也是很重要的。将鸡蛋的蛋清和蛋黄分离，分蛋这步最好在单独的小碗中进行，以免不小心打破了一个蛋黄，毁了一盆分好的蛋清。蛋清中混入蛋黄容易导致打发失败。将蛋清放到一个干净无油的大碗中，而蛋黄放在我们刚才的面糊中。将蛋黄和面糊用一样的 Z 字形手法搅拌均匀。看一下我们的面糊还是比较有流动性的，如果面糊有一种拉丝的感觉，那么它可能已经起筋了。面糊如果起筋，会造成蛋糕回缩、塌腰等问题。分出来的蛋清大概85克到90克之间，如果太多可以稍微盛出去一点。加入一点柠檬汁和白醋，酸性物质可以帮助我们的蛋白霜保持稳定。用电动打蛋器中高速打发，当看到蛋清出现鱼眼状大泡泡的时候，加入1/3的细砂糖。如果是新手，糖量建议不要轻易减少，糖量过少会影响蛋白霜的稳定性。分次加糖主要是便于糖的溶解。最开始我们可以用中高速打发，等看到蛋白霜开始出现纹路时，可以换成中低速打发。这样一方面是方便掌握蛋白霜的状态，避免一不小心打过头；另一方面是在低速下能够整理蛋白霜，去除高速打发下产生的不均匀的大气泡，让蛋白霜更加的细腻。打蛋器不要怕碰到盆底，如果悬空打，可能导致底部的蛋白完全没有被打到。打蛋器你顺时针、逆时针怎么转都无所谓，只要确保每个角落都被照顾到就可以了。可以时不时停下观察一下蛋白霜的状态，蛋白霜会从很软到出现有弯钩。当提起打蛋器，打蛋头上的蛋白呈现短小而直立的尖角时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干性发泡。看一下我们的蛋白霜，细腻有光泽，像奶油一般的质地。其次它不会流动，能够拉出短小而直立的尖角，说明有达到干性发泡状态。它的质地应该是均匀，底部没有分层的，说明每一处的蛋白都有被均匀的打到。而且它不会粗糙发干，呈现豆腐渣的质地，否则就是打过头了。一盆质量合格的蛋白霜是制作出成功戚风蛋糕的基础。先将1/3的蛋白霜加入到我们的蛋黄糊中，用刮刀翻拌均匀。这一步的目的是混合两者的质地，让本来浓稠的蛋黄糊更接近蛋白霜的质地，更容易与余下的蛋白霜混合均匀。注意刮到碗底容易沉淀的地方，拌到颜色均匀，看不见黄色条纹就可以了。将它倒回到余下的蛋白霜中，用刮刀翻拌均匀。注意不要画圈搅拌，那样容易让面糊消泡。将刮刀伸到碗底，将底部的面糊翻上来，换个角度，重复同样的动作。如果蛋白霜合格，其实面糊是没那么容易消泡的。别忘了刮刀上的面糊也要刮一刮。碗底容易有面糊沉淀，也要像这样刮一刮，以免有没有拌匀的部分。如果你拌的时候发现有蛋白霜结块，那么你的蛋白霜可能已经打过头了。拌到颜色质地均匀就可以停止了，不要过度搅拌导致面糊消泡了。我们最终的面糊应该是颜色均匀，没有白色或者黄色没拌匀的部分，它的质地很浓稠，表面看不到大气泡，底部也没有沉淀分层。如果后3条出现问题，那么你的面糊可能已经消泡了。在我看到众多的失败案例中，有一半是与模具使用不当相关的。制作戚风蛋糕，
我们首先要选择这种铝制阳极模具，不能使用不粘模具，因为戚风蛋糕很娇弱，它需要扒着模具壁来爬升，晾凉后也要扒着模具壁才能不变形回缩，所以里面也不能涂油，侧面和底部也不能垫烘焙纸，否则烤好的蛋糕会回缩、塌腰或者凹底。用活底模具是方便我们脱模。将面糊从高处倒入模具中，这样大气泡会在碗壁的边缘破裂，然后轻震模具，震出面糊中残存的大气泡。一般我会多震一会儿，让隐藏在最底部的大气泡也有时间慢慢浮上来。比较理想的面糊高度是距离标准非加高模具边缘 2.5 厘米左右。如果面糊太多，蛋糕会开裂的比较严重，而面糊过少，可能是它已经消泡了。将蛋糕放到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小烤箱放下层，上下火先130度烤60分钟。注意这个温度可能要根据自己的烤箱实际情况来调节。非常推荐大家买个烤箱温度计，来帮助你了解烤箱的实际温度。我们先用低温慢烤，这样可以避免蛋糕表面过早结皮。如果蛋糕表面很快就烤干结皮，里面再膨胀，它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开裂。如果这个结皮太厚，里面的湿气跑不出来，也会导致蛋糕内部水分过大而回缩。最后我们把温度升到150摄氏度，再烤10分钟左右。最后拉高温度，主要是让表面上色。具体的时间温度，别忘了根据自己的烤箱进行调整。蛋糕出炉后，马上在桌子上震几下，震出里面的热气，防止蛋糕严重回缩。如果你的蛋糕有些许开裂是非常正常的，并不是失败。然后立即倒扣，你可以扣在烤架上，我把它扣在了一个金属的水果篮上，刚刚好，也不会破坏表面。倒扣是防止蛋糕表面回缩塌陷。晾凉的过程至少要1个半小时，要等到摸上去底部和侧面没有一点温的感觉，彻底凉下来再脱模。脱模可以用小刀在旁边划一圈，也可以像我这样徒手脱模。2只手抱住蛋糕，轻轻转圈剥离模具，剥离超过大概1半的高度就可以了。一个成功的戚风它是不会被压扁，会慢慢恢复原形的。然后2只手抱住模具，用4指往上一推，蛋糕就出来了。底部的模具也是轻轻转圈，一点点剥离，这样我们的蛋糕就成功脱模了。如果要拿它进行抹面组装，侧面的蛋糕屑我们可以用刀背这样轻轻刮掉。切开看一下内部结构。戚风蛋糕的特色就是轻盈细腻的口感。其实戚风蛋糕制作过程并不难，主要是对细节的把控，细节决定成败。还有就是对自己烤箱性能的了解。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相信你就不会再被戚风给气疯啦。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不要忘记帮它点赞、投币、转发、收藏，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我是一小点儿，我们下期再见。